5月14日星期三，今天校站也有不少新物料。首先，校站即将官宣的手机代言正在预热，荣耀真的是地广狂魔，全国预热广告牌对应的就是昨天发的9个经纬度，也就是广告牌所在位置。听说是5月16号官宣，然后马上又要播藏海传了。今天拉夫劳伦香氛和 YSL 都有新物料，520档期，各个品牌也会有宣传。最近大家要多多在线啊！还有网友发现，优酷的藏海传地广已经在全国各地铺上了。更有网友分享了昨天的数据，校站、藏海、藏海传这3条线拉了1天窗帘，实在是太火爆了。藏海传定档日的抖音指数和百度指数都非常好，优酷1天预约量还暴涨100万。藏海传没有钱做基础下，校站的观众缘真的好，万众期待了。今天片方是出片场花絮，藏海头上顶着小雪花，眼睛里蓄着泪，还仰头看的一幕真的太有破碎感了。还有后面情绪收敛了，怎么还不到5月18号？我超好奇的，要看看是啥让藏海这么伤心。昨天上午，藏海传最新预告一出，梗出新高度，网友惊呼居然还有鬼洗阴兵，原来不止权谋复仇剧，藏刃10年，暗伏一方，谋定后动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徐徐图之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权谋、复仇、朝堂、蛇眉同鱼，鬼洗现世，号令阴兵，长刀大弓，坐拥江东，管今宵速上宫。背景音乐歌词，戏腔唱法。拉开序幕，预告开头就是大狱、刺客暗杀和悬疑诡异元素集合，比如阴森雕像，比如骑马的无头狮、邪神，诡异气氛图制。看到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害怕了？没头脑和不高兴，甚至上了微博烫搜，藏海传第1对 CP 来了，一个骑马，一个坐轿，一个没头颅，一个戴面具，怎么不算天造地设的邪门 CP 呢？下面是网友玩梗，看来并没有被吓到，倒是被激起更多好奇心，剧还藏着怎样的惊喜？网友：出门太急忘记带头了，被拍到了，你这无头驾驶要被扣分啊，严重扣分加罚款，下次可别这样了，怪危险的。网友：老铁这是什么？藏海传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网友：有个无头人在骑马，藏海传开玩笑也得有个头吧？这一波广告打的，品牌商要是看到了可开心吧？免费的广告位，还因为一部剧梗出圈。藏海夜半喝茶这一幕，眼神戏很精彩，眉头紧锁，额角冒着细汗，带着一丝脆弱，眼神锐利深邃，像平静的湖面内里暗流涌动，漆黑而深不见底，似乎酿着风暴，并且即将来临。藏海杀了平津侯，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，复仇是唯一目的，也是执念。满门被杀，背负血海深仇于一身，隐忍蛰伏10载，可见藏海决绝与坚定。为探寻真相，找到真凶，不惜以身为饵，以身入局，是执其人也是其子。为报仇雪恨，10年谋划，其间如履薄冰，如走钢丝，依然神得住气，静水流深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开局就来一把大的，点天灯。点天灯在拍卖行中，意味着无论对手如何加价，点灯者都将毫不犹豫地跟价，直至将心仪之物收入囊中。这一行为不仅彰显买家经济实力，更透露出一种势在必得的霸气与决心。复仇靠的是信念。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，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。堪舆指风水，营造指建造建筑，纵横之术战国至秦汉时期盛行的政治外交谋略体系，核心由合纵，弱国联盟抗强，与连横，强国联合破弱构成。以鬼谷子为理论奠基者，苏秦、张仪为实践代表。现存典籍归谷子系统论述了百合、飞潜等策略。战国策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实战案例、建筑图纸。此刻藏海就很像建筑系的学生，跟着师傅学谋生技艺。藏海在制作建筑模型，中式古建筑以木材、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，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，由立柱、横梁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。
各个构件之间的节点以榫卯相吻合，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锚榫结构，精美又复杂，结实又稳固。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。藏海跟着六出学心理学，了解人性，揣度人心。藏海，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，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，逢场作戏，八面玲珑，长袖善舞。结果遇到了女主，还是心动了，而且还帮女主擦头发。权谋斗争，玩弄人心，最忌讳袒露真心，所以要把心封闭起来，但是依然会动心。人的情感非常复杂多变，具有不可控性。乾隆必须入渊了。这句话对应的是大臣们上朝的画面，浩浩荡荡，像有什么大事发生。藏海眼神冷漠威仪，又似乎藏着惊天秘密。乾隆入渊，人生低谷时隐忍待机，蓄势待发；逆境时韬光养晦，低调筹备。乾隆在渊或乾隆入渊，是源自周易干卦的典故，其核心含义可概括为：有才能者在低谷或隐伏阶段应保持谨慎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。藏海，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。这些都是藏海的必杀名单吗？如下图，眼神坚定，语气决然，有种狠厉风披感，看起来非常不好惹。但是仔细看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藏海眼里有泪花。从今以后，你只有一个名字，藏海。最后的画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，藏海如海洋般深广能藏，巨大的能量，仿佛能把一切都埋葬。藏海这个名字很有分量，有种势如破竹，势不可挡的感觉，犹如出现在战场上的庞然大物，终极杀气，让敌人毫无反抗之力，只有乖乖投降。还有一个亮点，视频最后藏海传出品方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电视台，强阵容，俊男美女搭配。藏海传由肖战、张婧仪主演，央视新闻、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央视一套、CCTV 电视剧都分别发布了藏海传定档5月18日，央视8套晚间黄金档播出的消息，以及最新预告片。藏海传除了央视上新播出，优酷网播之外，还将于5月18日正式登陆 Disney+，首播4集，带来2025年最受期待的古装传奇大剧。谁能想到，迪士尼购买了藏海传海外版权，而且与国内同步播出。含金量方面，一，迪士尼的 Disney Plus 是全球 Top 级流媒体平台之一，藏海传是国内首部迪士尼同步播出的电视剧。二，国内电视剧一般卖给国外都会有时间差，但这次是迪士尼同步播。三，同步播说明内部观剧时就已经决定买断，当然也说明了肖战海外影响力巨大，在国外很火。优酷海外平台发布藏海传播出消息后，海外观众也是十分兴奋，掀起追剧热潮。藏海传官方账号十分活跃，频繁与粉丝互动，梗出新高度。仅仅一个预告片就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大岛就是大岛，实力派就是实力派，剧中爱恨交织，谁才是终极棋手？真的是太期待了！不管怎么诋毁抹黑拉踩，好剧终归会成为经典，赢下大众的口碑。优秀的人终会顶峰相见。取经路上，无论遇到多少妖魔鬼怪，都挡不住他，只管一路向前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